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上次给大家介绍了怎么带自己心爱的包包出门，那今天小马就来给大家展开讲一讲，我出远门时都会选择带哪些包包。我出游的话呢，一般大概会分为3种情况：自己出差、和家人出行，还有呢就是会和朋友旅行。有孩子的朋友们肯定都能懂吧？其实和家人一起出游，跟和朋友出游，其实要带的东西真的是差别很多的。所以今天的视频里，我会根据这几个不同的场景去挑选几款我认为最适合的包包。当然呢，都是按照我个人的喜好来的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参考。其实我最经常出行的目的，那肯定就是工作出差了。多的时候呢，1个月飞好几次，那可能也是疫情之前哈。而且呢，有的时候一下飞机呢，就得直奔公司去开个会什么的。所以一般呢，这种情况下，我都会带外观比较商务的包包，包括登机包也会选择稍微大一点的 Birkin 或者是 HAC， 就是看上去比较正式的包款。颜色呢，我会选择深色系，尽量避免带白色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浅的颜色。第一呢，是感觉少了一些气场，开会嘛，还是深色稳重一点。那第二呢，是因为坐飞机要过安检，或者是上了飞机，有的时候要把包放在地上啊，或者是行李架上之类的地方，都是比较容易弄脏的。所以出差呢，我还是推荐金刚色，或者是和金刚色比较接近的那种灰色呀、棕色呀之类的，那既耐脏又百搭。那至于尺寸呢，了解我的宝宝们都应该知道，我平时用比较多的就是25厘米，但是出差的时候呢，因为要带一些文件和笔记本嘛，所以一般我都会选择30厘米或者是30厘米以上的尺寸。那 Birkin 30呢，之前我在 Birkin 测评那一期里试过了，感兴趣的宝宝可以看之前的那支视频，我会把链接放在下边的信息栏里。如果你要带那种 A4 文件啊，或者是电脑之类的话呢，那就得带至少是35或者是40厘米的包包，又或者是 HAC 的32厘米在这儿啊。那我今天呢，给大家小小的比一下这几个包款和尺寸，先从这个 HAC 32来吧。它的包型呢比 Birkin 会长，就是比 Birkin 深。A4 的这个文件呢，横着是应该可以放进去的，但是就是这种比较叽哩叽哩的这种状态。然后电脑的话呢，电脑的话呢，13寸刚刚呢可以这样横着放进去，但是16寸的电脑呢可能就不太行了。那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 Birkin 35，肉眼就可以看见这个 A4 的文件和13寸的笔记本是完全可以放进去的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 Birkin 40， 35没问题，那40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这个 A4 非常的有 U， 然后这个是笔记本。但是哈，我个人其实是不太会带电脑出门的，而且对于我来讲呢，这个大小的包包自重本来就已经很重了，再加上一个笔记本电脑，然后就像大砖头一样，我真的是拎不动。如果是实在要带笔记本电脑出差的情况下呢，我会带一个小小的那种登机箱，然后呢把电脑放在箱子里，然后包包就放在箱子上面那样拖着走。当然，如果你对自己的臂力很有自信的话，可以挑战一只手拎，出个差还能顺便锻炼一下手臂。那接下来呢，是和家人们出游旅行的时候会选择的包包。相信很多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一定知道，带娃出去要带的东西真的比自己出去要多的不止1倍。特别是我们家2宝还是比较小的嘛，需要准备一些儿童的消毒湿巾啊，然后他的小水壶啊，还有一些零食啊，乱七八糟的东西等等等等等，要带的这种零零碎碎的小东西真的是特别多，而且有时候得腾出2只手来照顾小朋友的话呢，就必须带那种可以斜挎或者是可以肩背的这种包包出门。那我带娃出去呢，首选肯定是这个方胖子康康24厘米，因为它呢真的是特别的能装。这个呢，我之前在康康测评里那一期也已经试过了，我同样也会把视频的链接放在信息栏里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而且康康呢，它既能斜挎，然后也能肩背，唯
唯一有一点点不方便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包扣要准是这样要掰着把它掰起来，然后扣上的时候还要这样摁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方便的。不过还是抵不过它既好看又能装的这个优点，所以还是非常推荐给需要带娃出去玩的宝妈们。那么第二款呢，就是这个令迪。令迪呢，我选择了一个26厘米的尺寸，30的话呢，我个人觉得适合比我身高再高挑一点的宝宝。对于我的身高来讲呢，我觉得26是刚刚好的。然后令迪的容量，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吧，因为它包型本来就是这种方方长长的嘛，像折叠伞一类的长一点的东西呢，也是可以装进去的。而且因为它把肩带做成了这种宽的肩带，所以就算是东西装的稍微多一点，也不会感觉这个肩膀是很勒的状态，是比较舒适度非常高的一款包，也是很推荐的。那第三个就是在日本妈妈里非常受欢迎的这个Polido了。首先呢，它的外形是比较低调的嘛，特别是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呢，我一般穿的都会是比较休闲轻松一些。如果手上拎一个 Birkin， 总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搭哈，还是Polido这种比较随意低调的包款更合适。而且Polido呢，它有拉链，然后也有肩带。我们带娃不是经常需要这种弯腰做一些幅度比较大的动作嘛，所以这种带拉链的包用起来就很方便很安心。其实呢，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呢，就真的很少有机会自己单独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去旅行了。不过以前呢，我还是经常偶尔会约上好朋友一起会出去玩的。那个时候就是年龄也比较年轻嘛，出门选包的3大诉求肯定就是好看好看好看，对吧？那就算是包的容量再小，我也得想办法把它带出去溜一溜晒一晒。所以啊，我接下来选的这3只就是单纯的只看颜值，容量什么都不重要，只要它好看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2424。我个人呢对2424其实是又爱又恨，既喜欢它的颜值，又觉得它有一点点难用。刚出的时候呢，因为它的外形跟 Kelly 是比较像的嘛，所以也被一些人叫做 Kelly 的平替。我的这一只呢是 mini 21厘米的，更常见的尺寸呢是29厘米。但我觉得29厘米那个大小吧，不光难用，而且还有点重。关键是因为2424的肩带在包包的这个内侧嘛，但是包盖上的这个铁板，就是这2块铁板又很重，所以呢导致背的时候呢，包会因为重量这样往外倾。我个人就不是很喜欢这一点。那虽然说 mini 这款的倾斜度会好一些吧，但包盖上这2块板还是很硬的，所以就不要指望往里边塞多少东西了。2424手拿的时候呢是比较帅气的，它斜挎呢看上去更休闲一些，可搭配性很强，而且价格呢又相对于 BKC 来说呢没有那么高，很多地方不用配货就可以拿到。所以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单纯起装饰作用的时尚单品来看的话呢，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。我第二个我推荐带出去拍照的包包就是 Kelly 啦。我个人觉得 Kelly 是爱马仕最十全十美的包包之一，颜值与实用性兼备。尺寸的话呢，我比较喜欢 mini 或者是25厘米。那这边的 mini 呢，指的是这个2代，其实1代呢也是很好看的，但是因为它没有肩带嘛，那考虑到我们毕竟是出去旅游嘛，还是需要解放我们的双手去拍照的。如果想用1代的宝宝呢，可以自行给它加一个那个猪鼻链，也是可以肩背的。最后一个我觉得非常适合出去玩的时候背的包包，就是这一只小可爱 mini 令迪。这个尺寸的令迪，我觉得放一些自己一个人出去要带的必需品，绝对是绰绰有余的。而且它的肩带呢和2630不同，是长的肩带，所以可以斜挎在身上，特别的小巧可爱。那之前有宝宝问我说 mini 令迪和令迪26要怎么选？其实在皮质和颜色相同的情况下呢，在之前的一段时间 mini 令迪呢是比26要保值一些的，但是最近呢，由于专柜的 mini 令迪的产量其实还是比较多的，所
以其实现在来看呢，mini 令迪和26的保值度是差不多一样的。要选的话呢，我觉得还是看大家自己的喜好吧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选择 mini 令迪的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根据3个不同出游的设定选出来的爱马仕包包。不知道你们看完之后种草了哪一个呢？你们出去玩的时候又会选择什么样的包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